因为这些人不想为了一块电池去妥协性能，也不愿意忍受廉价方案带来的各种限制。这款钢15的可控、自由和精度就是他们想要的那一盘菜。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今天我介绍的这款充电宝说它是 DIY 玩家的梦中情宝，一点也不夸张啊，它就是来自 YZX Studio 昆明智翔电子钢铁侠15高性能大功率充电宝，一款不只能充更能让你玩转快充协议与电源数据的硬核装备。提到 YZX Studio 智翔电子，我要多掰扯几句啊，新玩家肯定不了解。智翔电子那可是玩家圈的传奇老牌，它做 USB 测试仪早在多年前就成为标杆级的存在，甚至一度被某些知名媒体平台，对，说的就是冲某头网啊，在功能和 UI 上高强度借鉴和抄袭过。是的，你没听错啊，不光是被抄了，还被公开商用，当时闹得不少老玩家拍桌子叫冤啊。但老实说，真正的强者不靠炒作，靠的是产品力。如今这位老前辈再次出手，用钢15这样一款全兼容、可调输出、性能炸裂的充电宝，重申了一件事：专业、极致、好玩是永远不过时的价值。那么它到底有多强？我们拭目以待。后续的话，我也会对它做拆解，对它的电路做个详细的介绍。喜欢咱们这种硬核车载视频内容的老铁们，一键3连，点赞、关注、投币走起来！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。这个钢15的外观继续延续老杨的钢铁侠系列的1213的设计啊，全铝合金的壳体，充电宝的总功率设定在280瓦，电芯配置6串21700圆柱形锂电芯，具体电芯什么品牌要自己选择。我这一款配置的是6颗比克 45D 全吉尔的电芯啊，总容量是27000千毫安，能量值大概在 97.2 瓦时。充电宝整体的长度160毫米，宽度为84毫米，厚度为26毫米。充电宝整体的重量是641克。充电宝设计2组连接器 ，DC 口和 C1 口为一组， C2 口加 USB-A 口为一组。其中 DC 口的电压3至24伏，电流 0.2 至5安，自己自由设定。C1 口最大的功率为28伏5安，140瓦 ，PD 3.1 的。C2 口的最大功率为 PD 3.0 20伏7安，也是140瓦。A 口的最大功率私有协议65瓦。这就是这个充电宝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外观和功能介绍。然后就是充电宝的主功能菜单，给大家介绍一下。这2个功能键，左键长按关机或者退出，右键长按确认执行功能，短按左右2个按键切换功能或者参数。关机下任意按一个按键都可以点亮屏幕。具体的显示参数的话，我放在屏幕上，大家可以暂停或者截图保存。进入系统设置界面，简繁英文设置，快充协议设置，我们后面再讲一下。可以设置关机电压的范围16至21伏，折合单节电芯的话就是 2.67 至 3.5 伏的电压。定时关机设置，设置成0就可以取消自动关机功能。而且 C1 口、C2 口、A 口，它的关机功率都可以自行的设置。曲线坐标时间，点进去的话，这里显示的是5分钟一格。如果需要快速的动态曲线设置的话，可以最小可以设到 2.5 秒，也就是曲线图里面一格就是 2.5 秒，默认是5分钟一格，可以观看充电过程的整个曲线图。DC 的输出电压可以设置 DC 输出的特殊电压值 ，DC 的输出电流最大可以设置到5安。充电模式设置有正常模式 Quick 这个模式的话，电池的电量只能充到 90%， 为的就是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。还有 UPS 边充边用模式，电池的充电电流最大可以设置为8安。电池的充满电压这个数值的话，数值越大就越上电池啊。还有电池充满电的电流，这个数值则是越小越上电池。C1 口的充电功率，如果你设置成其他的功率的话， PD 3.1 就直接取消了。预设电池容量，这个尽量保持在默认就好了。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快充协议的设置，有 Work 协议、S-Work 协议、FCP、SCP， 各种各样的私有快充协议都可以自己关闭、自己打开。除了下面这些标有 C1PD 的字样的，这个是 C1 口的协议，前面没有标的都是 C2 口和 USB-A 口的协议。这里还有一个 eMarker 设置，这个设置可以直接关闭掉 C2 口的 eMarker 检测。
搭配 C2 口的 PD Out 可以让 C2 口支持50瓦的 S-Voc 协议，还有就是 PPS 协议，大家可以自己单独设置，包括 C1 口的 PPS 也是可以自由设置的。然后就是在主界面的情况下，短按功能按键可以进行选择功能，这里有坐标曲线，长按右键就可以进入曲线坐标的界面，有 C1 口双向自动选择模式， C1 口只输入只输出模式，这些功能的话还需要大家自己去摸索啊。这个充电宝的功能确实是太多了。介绍完这个充电宝这么强悍的功能，我们来测试一下它的实际手机充电的兼容性。首先我们从米家的设备开始， C1 口直接启动 PPS 快充，真实功率可以跑到25.6瓦， C2 口也是显示的 PPS 快充啊，这个功率可以跑到26.7瓦。荣耀的手机我们用这个荣耀300来进行测试，我们把这一组充电口它的 FCP、SCP 全部都关闭掉，直接启动 Max 100瓦的超级快充。这个地方的豹纹已经飙到75瓦，真实功率已经跑到70多瓦了啊！这个就是荣耀的大功率快充。刚15，它的手机充电的话，大部分的快充协议都是在 C2 口啊，大家注意掉。这个 C1 口是140瓦的 PD 大功率，我们用 C1 口很多手机的话，功率不是很高的，比如这一台蓝厂的可以支持100瓦 PPS 的手机，在 C1 口的话，它的功率就是17瓦左右。然后我们切换到 C2 口，当然协议设置里面都把100瓦的 PPS 都要开启，这边就可以顺利的启动 PPS 100瓦的功率，这个功率可以跑得很高的，真实功率直接可以拉到在62瓦左右。这部手机为绿厂的 A3 Pro， 这个可以支持绿厂私有65瓦的协议，直接启动超级闪充。这个是 USB-A 口配合的 OPPO 原装的6按线，真实功率直接就是55瓦、56瓦。关闭掉 C2 口的 eMarker 检测功能和 PD Out 功能，然后我们再接上 OPPO 的手机，直接启动超级闪充，真实功率跑到44瓦左右了啊，这是真实功率啊。对于华为手机来说，它只有公开的22.5瓦协议，咱们也没有办法。USB-A 口真实功率可以跑到20瓦左右， C2 口也是一样的啊，都是超级快充，真实功率也是在20瓦左右。超级快充的图标都是可以开启，功率的话实际上都是只有20瓦，这是华为仅公开22.5瓦协议的原因。我们来看一下它对三星手机兼容的怎么样，真实功率可以跑到27瓦左右啊。如果是新款三星的话，功率会更高一点。快充 2.0 可以启动，因为这个充电宝内部的 PPS 协议可以自己设定，所以说对三星兼容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。这个充电宝的兼容性毋庸置疑啊，优点就是在于协议可以自由的设定。目前充电宝还有71个电量，我们把它放完，进行5次充放电循环来测试它的转换效率。我这个充电宝内部的电芯用的是6颗比克的全吉尔电芯，我们看一下它的转换效率有多高。充电宝的5次充电全部用苹果的140瓦充电器给它充，仪表的话就是志强自己的来进行记录数据。这个充电宝第一次充放电已完成，这一次充均电量是 101.17 瓦时，充电时间51分钟，第一次放电140瓦功率，一次性放完，一共放出 89.57 瓦时的能量，放电时间花了53分钟。这个放电过程我每隔20分钟监测了一次温度，第一次表面温度为42度，监测到充电口的温度为54度，第二次监测到它的表面温度为43度，充电口温度为56度，这个温度控制非常有优势啊。这个充电宝第二次充放电已完成，这一次充均电量是 102.83 瓦时，充电时间54分钟。第二次100瓦放电也是一次性放完，一共放出 92.19 瓦时，放电时间放了55分钟。这第二次充电我监测了一下它的充电温度啊，充电表面温度最高的时候是 39.9 度，也就是40度。这个充电宝第三次充放电已完成，这一次充均电量是 102.38 瓦时，充电时间还是54分钟。这一次放电的话，一共放出 94.38 瓦时，放电时间1小时32分钟，全程65瓦功率，一次性放完。这个充电宝第四次充放电已完成，这一次充均电量是 103.64 瓦时，充电时间56分钟。这一次放电是36瓦功率，一次性放完，一共放出 92.03 瓦时的能量，放电时间2小时33分钟。这个充电宝第五次充放电已完成，这一次充均电量是 102.49 瓦时，充电时间还是53分钟。这一次放电的话，一共放出 89.31 瓦时，放电时间花了接近6个小时啊，一共放出能量是 17875 毫安，5伏3安，15瓦功率，全程放的电。
关于这个充电宝的后面板，这个官方他也说了的，这个是仅供参考。这里额定容量18250毫安，它是5伏2.1安的电流，也就是10瓦的功率放电啊。我们是用的15瓦的功率放电，如果用这个功率放电的话，可以远远超过这个数值。所以说这个仅供参考。这就是我们5次充放电得到的数据，换算出来它的实际的转换效率可以高达 89.2% 啊，平均效率非常高。如果按照 96.5 瓦时的能量值来换算的话，比这个数值更加高出很多了啊！有兴趣的大家可以自己按照我的放电数据来算一下。这个充电宝咱们再一次把它充满了，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。前面30分钟140瓦的功率足足的一直在充电啊，然后在30分钟的时候降到58瓦左右的功率，充了10分钟，然后再次升到130多瓦140瓦的功率，又充了15分钟，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了啊，直到充满电。完整的充电时间花了53分钟，这个充电速度非常的快，而且充电的时候表面的温度不是特别的高。现在满电的情况，我们对它进行手机的实际充电数据采集。首先我们采集它的 PBS 充电的数据，目前这个手机开启的是极速充电模式，1%的电量啊。这个荣耀100充电已完成，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啊，这个充电曲线就是一个 PBS 100瓦的一个充电效果，最高功率75瓦左右，持续了30-40秒，然后后面就是64瓦功率，持续了20-30秒，53瓦的功率持续了1分半钟，48瓦的功率持续了1分钟，然后功率就大降一下，后面就是20到36瓦的功率，一直充到90%，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，直到充满电。这个手机完整的充电时间从1到100一共花了40分钟，非常的快啊！充满这部手机还有76个电，就相当于25个电就可以充满一部5000毫安的手机。这部手机是蓝厂的 iQOO Z9 Travel， 我们用这个手机来采集一下蓝厂的 PBS 充电数据。这个充电宝的话，蓝厂100瓦的也是可以支持的啊，但是这部手机它是不支持100瓦的 PBS。目前这个手机的电量还有 9%。这部蓝厂手机充电已完成，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。最高功率41瓦的功率，持续了3分多钟时间，降到30瓦左右的功率，持续了大概6分多钟时间。后面的功率就是24瓦左右的功率一直在充电，充到 90%， 逐渐的下降功率，直到充满电。这部手机从 9% 的电充到100的电，一共花了1个小时04分钟。大家可要知道，这一款手机的电池是6000毫安的，这个充电速度也算是非常不错的啊。充满这部蓝厂的手机还有 45% 的电量。这一部手机为绿厂的一台手机，它的自充功率是80瓦，目前所剩电量还有 3%。我们用这个手机来采集这个充电宝的 S-Walk 私有协议的充电数据。当然这个 C2 口我是关掉 PD 输出的，直接让它输出绿厂的私有协议，线材必须配合绿厂的原厂线材啊。这一部绿厂的手机充电已完成，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。45瓦的功率充了2分多钟，35瓦的功率也充了2分多钟，然后就是25到26瓦的功率充了12分钟，后面是23瓦到25瓦的功率充了24分钟，充到 90%， 逐渐的下降功率，直到充满电。这个手机从 3% 的电充到 100% 的电，一共花了55分钟，充电速度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充满这一部绿厂的手机，充电宝本身还剩 18% 的电量，3部安卓手机电池总容量16000毫安，全部都充满了，而且还有 18% 的余电。大家算一下，这个满电的情况可以充多少苹果手机？又有好多老铁要问，为什么不测试苹果？苹果手机的快充也就20来瓦的功率，对于这种大功率的充电宝来说，依附苹果那是绰绰有余的。所以说我们拿3部安卓手机过来放电，就能完全的反映出这个充电宝的实际的强悍的放电能力啊。这个充电宝的电量咱们再一次把它充满了，这么强悍的充电宝，我们肯定是要拉它的大功率满载，看看它的280瓦的功率输出能够坚持多长时间。咱们140瓦负载就用这个酷派克的15号20伏7安的140瓦输出，我们就直接用负载仪拉它的最大功率。这个酷派克15号这边是真实功率114瓦的功率在输出，这一边的话是20伏7安138瓦的功率在输出，这是2个最大的功率在输出。刚才充电宝还有 65% 电量的时候，它就关断了输出。我立马用热像仪测了一下它的充电口最高的温度是57摄氏度，
但是这个手摸上去的话，这个温度还是可以忍受的啊。大家看充电曲线图，两个充电口都是在8分钟的时候同时关闭的。还有一个现象是，大家看一下这个280瓦输出，它的 C1 口140瓦的功率是慢慢的往下面调整功率，避免这个充电宝发热过快，也就是尽量的拉长总功率的输出时间。这种功率的设计是非常聪明的一种做法啊。现在还是65%的电量，我们再来第二次大功率拉载。这边是走的28伏档位，这边是走的20伏档位，还是跟刚刚一样的。这第二次放电又停了啊，这一次大概还剩5%的电量。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，这一次放电时间比上一次长一点，放了13分钟时间。大家看这个充电曲线图啊，这个充电宝非常聪明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140瓦的功率下降到6分钟的时候，突然一下涨到真实功率133瓦左右，但是这个 C2 口的20伏7安的140瓦功率，同时就开始下降功率了。从139瓦的真实功率下降到这个充电宝关机的时候115瓦的功率，这是相当智能的一种做法啊。我们现在做的就是用这个 DC 口，我们输出20伏5安100瓦的功率，应该是笔记本常用的一个电压档位。然后这个 C2 口我们还是继续拉20伏7安140瓦，看这个240瓦的功率下它可以坚持多久。大家看这个 DC 口输出5安的电流足足的啊。C2 口我们直接启动20伏7安140瓦，倒计时开始，现在是40%多的电量。大家看一下负载仪，一个5安一个7安，非常的稳定，已经运行了10几分钟了。这个家伙240瓦的功率是可以全力输出的啊。大家看一下，放到5%的电量，自动的停了，这边电流也没有了，这边电流也没有了，一共放了20分钟时间，从100的电直接放到5%的电。这个时候我用热像仪采到它的主板内部的核心温度大概72度，但是表面的温度的话只有42度啊。这家伙在240瓦的时候是可以全力输出的，更加不用说200瓦、160瓦啊，没有任何压力的。这么强悍的放电能力，哪怕是你一边充电，然后再一边放电当个 UPS 用，这个家伙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高品质、高功率、高性能的充电宝，当然少不了的，我们需要一个非常极品的文波。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一下这一个刚15文波控制的情况，包括这个 DC 口啊，我们都要测试。我示波器有2个探头，这一个是我专门用来测试充电口的，这个是用来测试 DC 口的。这个充电宝的 DC 输出有这么多档位，我们主要测试5伏、12伏、20伏3个常用的 DC 电压档位。当然电流的话，我们直接都是测试5安的电流。现在是充电宝5伏5安直流输出的状态，也就是256瓦的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25.2毫伏，平均文波18.3毫伏左右。现在是充电宝12伏5安60瓦功率输出的状态，文波最高的时候37.1毫伏，平均文波27.3毫伏左右。现在是充电宝20伏5安100瓦功率输出的时候，文波最高的时候是58.9毫伏，平均文波34.9、35毫伏左右。我们现在来测试这个充电宝 C1 口文波的情况。15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27.1毫伏，平均文波20.2毫伏左右。27瓦文波最高的时候34.1毫伏，平均文波22毫伏左右。36瓦文波最高的时候35.8毫伏，平均文波24.3毫伏左右。45瓦文波最高的时候43.2毫伏，平均文波31.6毫伏左右。65瓦文波最高的时候62.2毫伏，平均文波39.9、40毫伏左右。100瓦文波最高的时候56.8毫伏，平均文波41毫伏左右。现在是28伏4.5安啊，我用负载仪直接拉的话，只能拉出4.5安的电流。这个时候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55.4毫伏，平均文波41.1毫伏左右。我们用酷泰克15号直接拉它的最高功率，这个时候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也就72.5毫伏，平均文波65.2毫伏。这个文波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啊。我们现在来测试 C2 口的文波，15瓦功率，最高文波38.8毫伏，平均文波20.7毫伏左右。27瓦文波最高的时候34.5毫伏，平均文波21.2毫伏左右。36瓦文波最高的时候32.95，也就是33毫伏，平均文波25毫伏左右。45瓦文波最高的时候37.9毫伏，平均文波27.8毫伏，这个文波非常稳。20伏60瓦文波最高的时候32.9毫伏，平均文波24.6毫伏。20伏100瓦文波最高的时候30.1毫伏，平均文波25.2毫伏。
20伏7安140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 34.4 毫伏，平均文波 26.9 毫伏，27毫伏左右。我们现在来测试 A 口的文波，15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31.2 毫伏，平均文波 27.6 毫伏左右。27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37.2 毫伏，平均文波 32.4 毫伏。36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38.9 毫伏，平均文波 35.4 毫伏左右。这个钢15的4个充电口的文波数据全部都出来了，表现是非常极品的啊！各位老铁们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视频到最后总结一下这一款智享电子推出的钢15移动电源，真的是一款从参数到体验都非常能打的发烧级产品。实测性能方面，它的表现可以说是惊艳，快充协议全部支持，华为的 22.5 瓦，荣耀和 vivo 的100瓦，OPPO 私有协议的65瓦快充都可以精准的握手 ，PD 3.1 也可以完美的解锁大功率笔记本的供电。DC 口更是支持5到24伏5安的反向输出，对接显示器、路由器、NAS 小主机毫无压力，一宝多用，不是随便说说而已啊！我这款电芯采用的是比克动力全吉尔21700动力电芯，电池品质在线，转换效率咱们实测高达 89.2%， 这是实测数据啊！280瓦高功率输出，持续8分钟以上。65%的电量的时候，一次性可以放完；240瓦一次性全放完，也是稳如老狗。4个充电口的输出文波控制80毫伏以内，干净利索，可见智享电子的电源调教相当的成熟老练。内置了 UPS 功能，边充边放，用它给树莓派、小工控、NAS 等设备做不间断电源也是非常实用的。就这一点，让它不仅仅是移动电源，更是便携场景下的小型后备电力站。而在可玩性方面，它支持快充协议自由设定、电压电流输出调节、数据监控适时刷新，甚至还可以固件升级。它可以根据自己的设备场景做出极为精细的个性化调整。这款钢15不是为颜值党而准备的，而是专为那群深度快充玩家、DIY 爱好者和数据控以及重视稳定性、高性能的发烧友而准备的。因为这些人不想为了一块电池去妥协性能，也不愿意忍受廉价方案带来的各种限制。这款钢15的可控、自由和精度就是他们想要的那一盘菜。钢15如此强悍的性能，内部电路设计又是否如同外在表现一样硬核？后续我会对它做彻底的拆解，完整的分析整套电源架构、主控方案、电池保护等，大家持续关注我吧。喜欢我这种硬核测载视频内容的老铁们，记得一键3连、点赞、关注、投币走起，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。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